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贾志兰同学的一个体会啊，他是学习第602课是桥间新居新身体新空间这一课的体会。说李老师讲的当头棒喝的这个心法说又救了我一次说我们住旧房子都要什么呢？翻新打扫干净才能住得好。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时间长了也有旧的怨气情绪旧的坏习惯在身体里面，也需要打扫清理。说时间长了就你不然的话呢，时间长了就得病了。说李老师让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打比方来说，就像放一个炮仗一样炸掉以前是怨恨恼怒烦和所有不开心的那些坏情绪，这叫当头棒喝，坏情绪就化散就没有了。说第二天醒来呢，又是一个新的自己，完美的自己。说这多好就每天晚上你真的可以这样一下子，过年放鞭炮一照，哇，好像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全驱散掉了一样。说我过去就是有点事儿就着相就连着想好几天放不下，哪怕一点点小事儿，你天天想，越想越想，你放不下，你就很难受。就好像你手里拿一个很轻的东西，你拿着轻的好像没什么，可你一直拿着你就累了。情绪也是这样，你一直关在身体里面，一直在里面琢磨，它不单单是一个小的情绪，它还会怎么样？逐渐长大，还生出很多东西出来说这样下去多可怕呀！说现在通过学习呢，修心就好多了。有时呢，但是还会有着相的事儿就是我听老师的话，每天晚上你睡觉前就好像放炮仗一样，炸掉改掉那些坏习惯，让自己身心都健康就感谢群里的各位老师说这节课我要多学几遍，把自己变成完全是一个新的自己，每天去拥抱自己就对自己的爱要胜过千言万语要加油学习，真的是这样。我们身体里面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因为情绪也好，什么原因也好，你就攒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真的要去随时要去清理掉的。就我们往那一梳理一震，我本来就是干净的，哇，本来一下子散掉。睡觉之前也是这样，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就是好像一个炮一中，就一激灵一样，说豁然开朗，就一下这种感觉好了，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这个让的智慧说让呼吸，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练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一些很好的体会就让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要让本能，让你内在那个本能，你别去干扰它。今天想讲一个什么呢？叫让要让世界如其所是，让世界如其所是。说将让这个智慧，一种本能身体内部扩展到什么？外面天地之间。让呼吸，让内嘛，让本能，让良知去归位。那我们现在要什么？让大自然，让自然，让他人，就要向外让，要让万物众生如其所是。所以你要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内在就会很感动，就真的有一种温暖，一种感动在身体里面。就向内让，你真的得自在；你向外让得和谐。你内在是自在的，外在是和谐的，那么内外一如，你就圆满了。这也是让的圆满，让的智慧的圆满。我们一点点来说这个内容可能相对稍微多一点，看能讲到哪儿就是哪。今天那我们首先想一想平常我们生活当中说大自然是让自然如其所是，但生活当中我们对自然怎么样？大家可以注意我们对自然可以说是让的很少很少。在生活当中，我们人类总是说，要创造美好生活，每个人都要创造美好的生活，用这个什么呢？以这个为名，怎么样？对自然做了一些什么呢？你看，我经常你到公园里看一看，公园里的花草树木，你一看是挺漂亮，那个树修的什么圆圆的，是吧？
那个修成什么什么样子啊？就满足人的这种好奇，人的感官，我要把它变成个圆圆的，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扇子形的，我要把它变成什么什么样的。大家想是不是？它都要长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而不是它本来的样子。那修成球形、修成方形那些树大家想一想，那是它本来的样子吗？就那些被移植到陌生土地的奇花异草，它有别的选择吗？就这块真的适合它生长吗？有的时候说我们尊重生命，但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把它真正当成一个生命去尊重。你觉得好像在公园里面养的它很好，其实呢，真的是它需要的，是它需要那个圆形一个什么形状吗？大家想，不是这样。那动物就更不用说了，你动物园里的动物就满足人们的猎奇，放在一个笼子里。你看那老虎本来应该在山林中奔跑，在一个哎小笼子里面待着，在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什么什么鸟那一个什么罩子罩住它，它本来想飞，它飞不出去。那人就觉得什么呢？你看，我把这些东西是供人们学习的，供孩子教育的。你把囚禁当成了保护，把观看、把猎奇当成了教育。大家想是不是？人就是这样，把它囚禁在这儿，说是保护它。你去猎奇去看它，当成是教育。你不是如其所示，那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一些破坏了，比方说森林砍伐，只为了人用这个木头，大气的污染，我们要可持续性发展，你就支撑不了啊。水土流失、物种灭绝、气候异常，是吧？就是大家想象，每一个这种所谓的不好的状态，所谓的恶果，都是什么？自然对人类的回应啊，出现各种现象，你不让它给你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干什么？一直在取，却很少让。说让出一片森林，说让树木自然生长，让出一片天空，让飞鸟自由翱翔，让出一片海洋，让鱼群自由游弋、自在的游弋，让自然如其所示，而不是什么如我们所愿。让自然如其所示，而不是如我们所愿。当然，现在人类对这个也慢慢有觉知了。那很多的保护环境等等，他做了很多工作。比方说上一次我到浙江一个地方，他们带我去一个地方，说这个黑夜保护区这那个我第一次听说你有黑夜保护区。就这个保护区里面，你不能有很多的灯光，让人完全呈现在黑夜的状态里面。前不久在深圳不也是一个公园里面，有人就觉得公园里面晚上的灯太暗了，你要把它弄亮一点。但公园的管理方讲什么呢？晚上这块就需要暗，那些鸟它需要暗呀，你要让给它一个空间，你不能说为了人，我走路哪儿都是亮堂堂的，那么鸟它怎么睡觉啊？是吧？这都是一些美好的一些开端吧，一些让的这种状态。这是大自然了。那么对人呢也是这样，我们讲保护动物把它囚禁起来等等了但人也是一样，人往往是什么？是以爱之名的不让。我就讲说以爱之名的不让是最深的那个捆绑。如果说对自然那个不让是你在掠夺与破坏，那对人的不让呢，他就感到很隐蔽，是更一种很普遍一种控制，但是呢，它很隐蔽。大家想一想平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我为你好，这是为谁好？这是为谁好？”是不是为谁好？当然也是为谁好，但是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我就觉得是像那个温柔的陷阱。就我为你好，几乎每个人都听到过，别人跟你说过，听起来很温暖，那么无私，我就为你嘛。但真相有时候不是这样，真相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所谓的我为你好，只是在满足这个我为你好，其实是什么呢？你这样做了，我才舒服。所以我为你好的本质上什么呢？是我为我舒服，不是让你舒服，而是让我舒服。大家想是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了，你高兴，哪怕这个他并不愿意，你觉得他需要吃这个，他不想吃，可是他为了你吃，他吃下去了，你高兴，他吃的很难受，你也高兴，他也并不需要。有的小孩是这样啊，他的身体并不需要，已经够了，可是家长啊或者爷爷奶奶老了，非给他吃，哎呀，吃的胖胖的，吃出肥胖病来。可是爷爷奶奶很高兴，我让他吃了，他很满足。说我为你好，其实什么是为了我，让我舒服。我就列举了几个啊，就是我为你好背后的潜台词。比方说孩子想学画画，你就说哎呀学钢琴好，因为你认为钢琴好像更有前途，我为你选我才放心。你家人想换一个工作，你觉得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多稳定啊，因为你害怕什么呢？变动带来的不安，你不变我才安心。你不是让他听他的选择。那朋友像独自旅行，你说太危险了，因为什么呢？你担心万一出事儿，你不冒险，我才不担心。就每一句为你好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什么我的影子在里面。你不是让对方让周围如其所是，而是你要让对方所做的事儿满足你的意愿。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啊，为你好越真诚，这个我的影子会越深。特别很多家长对孩子总觉得我是对他怎么好，可是有的时候呢，孩子并不接受，并不接纳。因为什么？你那个我太重了，他感受到你那个我给他的压力，让他的那个我无法成长。你不能让他如其所是，而是让他如你所愿。我希望他什么样，你就得什么样，我才高兴。就越真诚的人呢，有时候往往越意识不到自己在控制。你觉得我为你好嘛？我为你好，我是很真的，我没有假。越是这样，这个时候越对自己的控制没有觉知。而那些被为你好包裹着的人，尤其是孩子，你说他们感受到什么呀？很多孩子感受到，真的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都是为他好，为他好，全是为他好。他感受到的不是爱了，是压力，是窒息。真的是这样，是窒息。因为真正的爱啊，我是这么说，是让翅膀自由的飞翔。而为你好是干什么呢？是把你的翅膀剪断，然后说你这样才不会飞丢。大概说是不是这样？它自由飞翔，可能飞得你够不着了，有它的世界了。可是你觉得不对，你飞翔，我控制不了了，我不对了，我得怎么样？我得把你翅膀剪断了，这样你才不会飞丢。你丢不了啊！你看也是为他好，你丢不了。有的时候，你恰恰把孩子该有的那个新世界，你给他关上了门。为什么？你觉得你在这门里面，我看着我是为你好。我不知道表达清楚的意思没有？很多家长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些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让一切如其所是是最高的尊重。是你尊重一个人，就是让他什么如其所是。就我们应该尊重人和自然的规律，让一切如其所是。这是让的这个真谛。那么什么是如其所是呢？那比方说对孩子来说，如其所是就是允许他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你希望他成为的样子。他有自己的天赋他有自己的节奏。那天赋可能现在还没有挖掘出来，但他有他的节奏。有的孩子就快一些，有的孩子就慢一点。但你看有的孩子就是这样，他做什么事都很快，有的时候就慢慢腾腾的。他有他的节奏，就像花一样。那春天了，那有的花早早就开了，那有的树那个花呢已经开了花了，那个树你看见还没动弹呢，对吧？有时候相差好几个月的开花的花期，它有它自己的节奏，它也有它自己走的道路。你非得让它这样走，可能它就适合那样去走。那如其所是，你要怎么样呢？就你可以陪伴，可以支持，但不能代替，不能控制。
说真正的爱是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默默的祝福。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哇，让孩子无原则的让他玩游戏就玩游戏，让抽烟喝酒抽烟喝酒，那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大家都能清楚啊。对孩子这样，那对家人也是这样。那如其所示，就接纳他们本来的那个样子，而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我想象我的爱人会是什么样的，我想象我应该有父母是什么样，孩子不是这样。那个伴侣有伴侣的习惯，父母有父母的他的局限性，让他老了有他的局限，对吧？你是你人生的主角，他们不是你人生的配角，他们也是他们生命的主角。你不能让他们都配合着你，你成了主角，他们都成了配角。我说清楚意思没有？人家也是人家生命的主角。有的时候，当你不再试图改变他们的时候，那个关系反而变得轻松了。你看很多家里面夫妻吵架，跟他吵一辈子，什么原因？就是对方互相想改变对方，而不是尊重对方，而不是尊重对方。哦，他就这样，他就这样就这样，我一定要改变你，那就麻烦了。有的真的一辈子打一辈子架，也改变不了对方。这对家人是这样，那对他人呢？如其所示，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即使你不理解，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什么所谓因果里，他有他的因果，你有你的因果，都有自己的因果，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帮助，并不是说哦，他有他的因果，我什么我都不管了，我就冷漠了，那绝不是这样。他需要帮助，你尽其所能的要去帮助他，但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不能什么指手画脚，你非得按照我的怎么走，非得按照我的如何去做，那不是这样。大家注意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果，但并不是说他有他的因果，我就不去管了。哦，他说他的因果，他该往那走，掉河里淹死就淹死了，都是说那不是这样。那个爱，你要去帮助他，要帮助他。但这个帮助不是说我什么事我都去干涉，横加干涉，人家本来这样很好，你就觉得你应该这样的，那就不对了。你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要去怎么样，人家本来要做这样，你说一定要怎么样，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对他人也是这样。那对大自然呢？如其所示，就是像那就好像让山就是山，让水就是水，树是树，兽是兽。你不能把大自然当成是你所需要满足你生活所需的取之不尽的仓库。你要怎么？你要爱护它，你真的要当做和我们平等的那个存在。敬畏自然，其实就是敬畏生命的本身。所以我再次强调啊，就是这个就是让家人也好，孩子也好，他人也好，自然如其所示，并不是无原则的。哦，这个大河是洪水，要把老百姓冲了，这个河我就不堵了，那不是这样的，不是无原则的让，就而是在你内心深处的那种尊重，内心深处的那种尊重。所以这个让是干什么呢？如果你单从事上去讲，那时候有时候就不太好说了哈。就让啊，它就是什么？是放下那个自以为是的那个我。就像刚才讲的帮助人一样，让他如其所示，但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尽量去帮助他。但我这个帮助不是说我在这自以为是，这个我要显得他怎么样。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发现啊，就刚才讲那些不让自然，不让他人，那些不让都是因为什么？有个我，有那什么那个自以为是的我，就我认为自然应该为我所用，哎，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那我认为什么呢？那孩子应该听我的话呀。为什么？我的经验最正确，我走过的路，过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哈，你这对吧？我最厉害啊，我最聪明啊！你看我是什么的，你孩子你是啥？你得听我的。
我认为伴侣应该如我所愿，就是也是我在那，我的感受最要紧，他的感受，你的感以我为主，也是我，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所有的所谓我为你好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有那个我在那儿。那我认为世界应该按我的标准运转，那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呢？我的价值观是最对的，这个事情该这样的，那事情该哪样，该符合你的价值观，也是那个我在那起作用。所以这个我呀，它就是一切不让的根源头。你不让吗？为什么我在那我让我难受？但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就知道了，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什么，把那个我执要把它破掉啊。就那个我，他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太执着自己的标准，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他看不见什么呢？因为一直生活在我里面，就看不见自然的智慧，看不见他人的宁静，他人的独立，更看不见广阔的天地了。完全是我嘛，我的想法对，别人的智慧，大自然的智慧他看不到了，他囿于自我的那个狭隘的小圈子里面，看不到更广阔的天地。而这个让是干什么的？这个让啊，就是让我解放出来，或者说你从这个我中解放出来，让自然如其所是，就是什么？放下我对自然的掌控欲，我要把这个花园修剪的怎么样，把这公园怎么样，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放下这个掌控欲。那让孩子如其所是，就放下我对孩子的占有欲，这孩子是我的，你就得听我的，是吧？让家人如其所是呢，就是放下对他人的什么那种改造欲，你总要改造别人。就每一次让都是对那个我的一次松动，这是传统话我们讲修行啊，学习传统最核心的地方。我们修行是干什么？就要那个我箍在上面了，像绳那样捆着了，你开不了了，怎么办？每一次修就松动一下，每一次修松动一下，修把那些贪嗔痴怨恼，把那个执着修掉。而每一次让就是干什么呢？就松掉一次那个我。你每一次松掉的意思那个我，那每一次让就是让更大的东西进来。你这松掉的东西能进来，什么东西进来？道啊。或者说每一次松动，每一次让松动这个我，哇，让人和天，人和他的联系更紧密一些，多一些联系。人天本来是合一的，可是你那个我就把人大自然就割裂开了，那个傲慢，那个贪婪就把它割裂开了。这是大自然一松动一下之后，哎呀，多一点透气儿，就和你我和大自然，哎呀，透气一些。大家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在形容？真的说透气儿吗？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每松动一次之后，哎呀，你觉得呀透亮了，透亮和外面通上，你和哪个外面你也说不太清楚。其实也不是外面，比如内在咔啦一下开了，就好像它里面开了，里面跟就是平常讲我们和外面世界相通，外面世界在外面，其实有时候不是这样。你里面一通，你会觉得里面也有一个所谓外在的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那空间是不分内不分外的，就你开不是这么开才叫开，你从里面开也开着通向什么那个无限的虚空。不是，其实不是那个更大的道进来了，而是你跟它更加的什么融通了，更加融通了。这部分内容呢，还有一些啊，我想今天这时间我们待会儿锻炼，每天我们练一练，讲一讲啊。那这样我们就下一次再说，分成2次来说啊，就讲是让自然如其所是。下面要讲什么呢？就让你可以把一切让它更加美好，就好像这个悖论一样。但是你这样让之后，你发现怎么样？
可能更加美好了，更加美好了。好了，那现在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我们就开始锻炼啊。我分成2段还是啊？好了啊，大家放松。安静。脚分开，身后8字，手慢慢的上抬，身体微下蹲，真的如让路一样，将那个我从生命中让出来，就跟退到后面去一样，就那种感觉。那个手不是能干这个干那个的手，我让出去了，让手如其所示。同样，让胳膊，让腿，让躯干，让内脏，那个头脑不是要供那个我思考的，把它让出去，让头脑如其所示。让本能自在运作，如其所示。整个天地虚空如其所示。没有我控制那个身体了，身体如其所示的待着，如其自然的，如其所示的呼吸。
让呼吸如其所是。让呼吸如其所是。让呼吸
静，安静。爱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头脑还是恍恍惚惚，脚合拢，手慢慢下落，重点在肚脐上。保持这个状态，静坐，静养安静。安静，让身体，让本能，就好像把那个我的所有的印记都从身体里面让出来。喜怒哀乐，各种情绪、思想、观念，你会的各种技术能力，凡是那个我的东西全都让出来，只剩下生命如其所是。呼吸如其所是。你的觉知从我中让出来，与呼吸合一，或者说那个我不再占有你的觉知，心息相依，
一定不要参与呼吸。我让出去，退出去。呼吸完全是自然的。觉知和呼吸是一个。头脑恍恍惚惚。
家继续体会这种状态，特别是这个让字，上路一样让在那儿，让生命如其所是，让整个天地如其所是，把那个所谓的我字彻底的让掉。特别是那个呼吸，没有我的干扰了，它就恢复完全自然的那个状态。我退出去了，我不去抓取那个觉知了，不去抓取那个觉性了。那个觉性和呼吸便合一了，那个真正的心息相依了。因为它们都是生命本然的存在。安心的练，安心感悟，安心体会。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安排收的时间，安静，让一切如其所是。